习近平派王沪宁访问朝鲜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任务，而这儿是绝对不能让中国民众知道的，那就是在经济低迷时期的集权统治术。朝鲜2000多万人为什么饿死也不造反，不敢造反？这方面朝鲜有3大绝招，我盼着中共不要来学，如果真的在中国实行中国的老百姓马上就会明白啥叫水深火热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美西时间7月20号。最近中国和朝鲜加强了互动，一般老百姓觉得这无非是为了纪念某个条约嘛。事实上，老习派他过去正国级绝对有一个秘密任务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老百姓知道咱们知道，明面上他是为了纪念中朝友好互助协议签了65周年。我看了一下，这就是挂羊头卖狗肉。因为你在过去5年10年，双方只是发一个贺电，没有高层互访，极少。那这次为什么派一个副国级，而且是负责意识形态和党务的人来访问呢？这儿他是要学新的理论架构和实际操作的，而这个东西对老百姓相当重要。首先我们得给大家理一下中朝俄现在的角色不一样了。因为以前朝鲜基本上90%是依赖中国的，包括目前的贸易额也是90%卖给了中国，卖给俄罗斯的只有10%，没有中国这国它就得亡。但是这个国家它有个特点，不乱，而且很多人宁可饿死，全家饿死，他不造反。这个时候老习就会考虑，在2026年中国经济低迷继续下行，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，这是他想解决也解决不了的。他就想，中国人看过天看过外边，不完全是井底之蛙。如果这些人骂娘，或者有些突发的事件突然聚集造反了，或者喊了一句打倒习近平，就像在疫情期间的一些事情，他为啥放开了？因为白纸运动。你说他怕不怕造反？很怕。他就想了，这么2000多万人的一个中型国家，为啥他不造反？在这儿我就给大家拎出来，朝鲜有3个绝招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惨的绝招。中国你宁可等一等，也不要学他第一个绝招呢，叫做无组制。你看2000多万人吧，在金家看来，这些人都不可靠，而且这2000多万人的党员占了650万，占了25%，军队是130万，占了5%。党军这里边都是掌握枪杆子和眼线的。他的第一大绝招叫无组制呢，就是一个党员管5个人。你想一想，一个党员管5个人出的事儿，你天天你亲戚夫妻之间兄弟之间都不能说实话，因为你跟他可能不是一个组的，他也有可能是监视你的。人与人之间马上就会变成了原子化，甚至说5个小组和5个小组之间也不能横向的走动，你走动完了以后你就有谋反的嫌疑，就要进入审查。你看人定人战略吧。第二个也非常厉害，叫做秘密警察政治保卫的线人制度。你看吧，光盯人的就已经1/4了，25%的党员。在这个基础上之外，另外还有数目不详的线人。他名义上是个群众，不是个党员，但是他肩负着党员的使命和任务，就是防范周围的人。而他防范的人可不只是这5个人之一，你只要看到你不认识的人聚集了，说了反话了，写了什么反动文章了，你就可以举报了，要有赏。你看
在5个人之外，又变成了一个除我之外全都有可能是特务的景象。那谁还敢说实话，敢提意见呢？第三个呀，非常重要，这都不讲法治了，叫做连坐制。无论是谁说了反动的话，反动金家的事儿，哪怕你写了那么一篇日记，如果被人举报了，那好，你的全家、夫妻、孩子，什么上几代啊，只要人还活着的，那基本上就拉去充公、挖煤呀、什么放牧啊、苦活累活的什么采矿啊，这些活啊，几乎就相当于集中营。那就是反对分子的全家都要接受这个待遇。你看2000多万人为什么饿死不造反啊？是因为真不敢，一造反的话全家他都得进去。你说这3招他损不损？记得中国的原来的纪委书记叫王岐山，他在疫情时间呢说过一句话，说中国人啊吃草也能活3年。我相信他这句话说得出来。哎，他问题是啊，中国人还吃3年草，朝鲜人更绝，饿死他也不造反。你看，对于老习来说，2026啊，举头望去，威权国家就那么几个，越来越少了，他也要面对接下来的经济继续下行。这13亿人怎么才能做到吃草不造反，饿死不造反？你不得改改现有的制度吗？以现有的制度，它罩不住。白纸运动是最后一起吗？不见得吧。所以说，他派王沪宁这种理论大师、洗脑大师，发明了什么科学发展观、3个代表，什么2个确立、2个维护的这么个人物，你接下来要再给中国13亿人洗脑，咱自己洗不了了，必须得学那种更高峰，而现在最高的可能就是金正恩了。先把这3招，没准先上一招试试呢。好，节目最后我们来说一下，目前中朝俄是个什么关系？朝鲜的金正恩可以说看透了习近平，而习近平并没有看透他。现在这仨人的关系是这样的，贸易额中朝是27亿人民币，美元，按说是不多，对吧？但是这里边90%啊是中国卖过去的东西，另外有每年5亿的援助。可以这么说，中国卖过的东西没挣钱，利润啊还不够给援助的呢。所以说这养了就等于是个白眼狼。但是啊，小胖他不这么看，他觉得你欠我的，你给我每年这几亿美元有啥意思呢？你不应该给我吗？我在给你看着你的东大门呐，我是你的地缘政治盟友之一呀。所以说他是没够的，这点中国老百姓要有清晰的认识。狗它是养不，就这种恶狗啊，它是养不服的。你给他10个亿，他还想要100亿。你给了战斗机，他还想要隐形机，胃口是越来越大。而且这段时间他在双向下注。自从2022年的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，他看到了机会，所以说啊，他在修复和俄罗斯的关系。现在这两方的关系到什么程度呢？真实的营业收入，双边的贸易额已经接近于中国的额度，也是将近25亿美金。那你说双边贸易是什么呀？说到底，朝方啊出了1000多万发的炮弹，5年时间。第二啊，他派了15000到2万名的士兵填前线、趟地雷、打无人机。另外啊，他又派了几千、将近1万的劳工。你这个朝鲜、这个俄罗斯打仗不是没什么人了，没什么男人了吗？扫马路的，什么开卡车的，朝鲜人给你来，收入又低。那你想一下，普京他拿到了奇缺的人命和炮弹，他付出的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军事技术。中国不是不给朝鲜吗？现在他给，不得不给，因为你不给，人家的兵就撤走了。所以说他得到了核潜艇的技术、卫星的技术，甚至是核弹中程弹道导弹的技术。
而这些技术总有一天要威胁中国的。除了军事，另外他还给了什么？海量的原油和精炼油。当然了，还有什么面粉啊、大米啊、化肥这些民生设施。所以对于金三胖来说，我两边下注，你两边都得给我东西，无论是物资还是我急缺的军事技术。你看，他却成了奇货可居了，而且他认为你老习确实国家比我大，但是你遇上的问题你解决不了，我能解决，你就得找我学。这2000多万人饿死，他为啥不造反？我真能干。好，节目的最后啊，我想让每一个华人都要慎重考虑这件事儿。如果说未来啊，你要有机会的话，是应润尽润，未来啊不太可能再重回改开了。朝鲜的话只是一个进度的问题了。好吧，这是我个人观点啊，不一定正确。如果您有自己的想法，咱们在留言区留言。明天再会。